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程毅和罗云熙新剧同时开播，都是古装剧，这下观众不知该如何选择了。你们看到《水龙吟》最新预告里罗云熙那个黑白渐变发色了吗？配上华丽的金色发冠，整个人邪魅又神秘，简直让人移不开眼。就在粉丝们疯狂截图的时候，另一边程毅在《狐妖小红娘王权篇》里的打戏花絮也上了热搜，青色长袍翻飞，见招行云流水，这画面谁看了不喊一声绝？这两位古装男神的新剧居然都要挤在11月开播，这下可好，观众们的遥控器怕是要按不过来了。说起程毅的《狐妖小红娘王权篇》，这可是《狐妖小红娘》系列的第3个篇章了。故事紧接竹叶篇，讲的是东方怀竹和王权红叶的儿子王权富贵和蜘蛛精青铜之间那段跨越种族的虐恋。王权富贵是道门兵人，从小被严格管教，活得像个工具人。青铜呢，表面上是丫鬟，实际是妖族派来的间谍。两个人从一开始的互相试探，到后来并肩作战，一起追求人族和妖族和平共处的理想。这种禁忌之恋的设定，简直就是往观众泪点上精准打击啊！程毅这次演王权富贵，古装造型依然没掉链子，高马尾配上素色长袍，眉宇间那股子清冷劲儿，活脱脱就是从动漫里走出来的。打戏更是他的强项，官方放出的片段里，他挽剑花、腾空翻转的动作干净利落，连武术指导都夸他一条过。不过粉丝最关心的还是他的原声台词，毕竟上一部《富山海》里有人觉得他声音有点单薄，这次要是能演出王权富贵外冷内热的复杂感，那绝对是个大惊喜。女主李一桐也是公认的古装专业户，从鹤唳华亭到狂飙，演技一直在线。这次她演的青铜，前期柔弱后期飒爽，光是剧照里那个含泪回眸的镜头就够让人心疼的。程毅和李一桐站在一起的时候，一个清冷一个灵动， CP 感直接拉满。有网友扒出两人片场互动的花絮，程毅给李一桐递水时顺手帮她理了理头发，这细节甜的弹幕都在刷请原地结婚。配角阵容更是星光熠熠，郭俊辰演的反派邪魅狂狷和瑞贤的妖族公主造型美到出圈，连只有几场戏的加奈娜都因为一身红衣登上了热搜。难怪有人开玩笑说王权篇选角导演是不是按颜值天花板标准挑的人，这剧组简直是在搞古装颜值博览会。不过罗云熙的《水龙吟》也不是吃素的，这部剧改编自藤平的小说《千劫梅》，讲的是美强惨男主唐立慈被迫卷入江湖阴谋，从一个冷眼旁观的局外人，慢慢变成守护武林的关键人物。故事线比一般的武侠剧复杂多了，什么风流店阴谋、西域奇毒、身世之谜，悬疑感铺得满满的，一看就是那种让人必须开弹幕猜剧情的烧脑款。罗云熙这次可算是颠覆了以往形象，唐立慈这个角色亦正亦邪，表面玩世不恭，实际背负着血海深仇。光看预告片里他那段爆发戏，穿着染血的白衣在雨中嘶吼，眼神从绝望到狠厉，瞬间就让弹幕炸锅。这还是我那个温润如玉的润玉吗？打戏部分更是拼吊威亚旋转720度的镜头，他亲自上阵，后期剪辑师都说罗老师的动作戏根本不用慢放修饰。水龙吟的女主阵容简直能组个女团，包尚恩的异域造型娇俏灵动，林允第一次尝试侠女风格，打戏意外的干净利落。最让人惊喜的是陈瑶，她演的疯批美人光是剧照就上了3次热搜，红衣黑发手持骨笛，眼神里全是戏。网友辣评，这姐终于不用反串小男孩了，导演太懂观众想看什么。男配角更是神仙打架。
萧舜尧的粗犷刀客，敖子逸的少年侠客，徐正熙的贵公子，每个角色定妆照出来时都引发过粉圈地震。尤其是方逸伦演的腹黑神医和罗云熙的对手戏预告里，两人互相试探的那个眼神交锋，直接被剪成短视频，刷了100万播放量。制作方面，两部剧也是卯足了劲。狐妖小红娘王权篇延续了系列一贯的唯美画风，桃花林、琉璃殿这些场景美得像壁纸，特效做的妖族法术流光溢彩。有个青铜线圆形的镜头，蜘蛛精特效既梦幻又不吓人，动漫粉都说比想象中还原。水龙吟则走华丽写实路线，剧组晒过数据，光服装就做了847套，罗云熙一套刺绣黑袍重达8斤，头冠用的还是真金箔。场景搭建更是夸张，风流店总部实景占地3000平米，连楼梯扶手上的雕花都是请东洋木雕师傅手刻的。最绝的是打光，夜戏全用蜡烛补光，烛影摇曳的氛围直接把悬疑感拉满。现在两部剧的预约数据已经杀疯了，王权篇在爱奇艺的预约量突破300万，抖音相关话题播放量早就过了5亿。而水龙吟虽然还没定具体日期，但微博超话签到人数天天破10万，粉丝为抢热搜位甚至搞起了应援 battle。程毅家刷富贵公子是无双，罗云熙家救回历辞江湖断生死，这阵仗简直像提前过年。平台方也是各显神通，爱奇艺给王权篇排了黄金档期，宣传通稿铺得满世界都是。芒果 TV 和咪咕视频则给水龙吟搞了双平台联动，据说要搞线下主题展和 VR 体验馆。有业内人士透露，两家宣传预算都冲到了8位数，这哪是播剧，分明是军备竞赛。观众这边早就分裂成两派，喜欢唯美爱情的占王权篇，追剧清单里连2刷3刷的日程都排好了；偏好权谋武侠的挺水龙吟，连唐丽慈的服装色系都做了分析长图。还有端水党在纠结，能不能让平台错开1周？我充2家会员还不行吗？现在的古装剧市场也是有意思，以前不是大男主升级打怪就是大女主宫斗宅斗，现在王权篇把种族共存议题揉进爱情线，水龙吟让男主靠智商碾压全场，连配角都有完整成长线。就像最近播的几部剧，反派不再脸谱化，感情线也不硬撒糖，观众看得更过瘾了。制作精良根本成了基本操作。水龙吟剧组晒过刺绣师傅熬夜赶工的花絮，王权篇请了敦煌研究院专家指导妖族纹样，连道具组都卷起来。王权富贵的配件用了失蜡法铸造，唐丽慈的暗器机关真能弹出银针，这细节控程度逼得其他剧组连夜修改宣传方案。题材混搭更是流行趋势。水龙吟把武侠和悬疑探案结合，有个破案桥段被网友称为古代版密室杀人。而王权篇在仙侠框架里讨论阶级矛盾、王权世家和妖族的对立映射的现实问题，让社科博主都跑来蹭热点。说起来，程毅和罗云熙的发展轨迹也挺像，都是靠古装剧出圈。程毅从琉璃到莲花楼一步步稳扎稳打，罗云熙从香蜜到长月烬明不断突破形象。这次正面撞档期，两边粉丝倒是难得理性，演技派对决总比流量抠图强，观众才是赢家。双引号。现在唯一的问题是11月的排播表，业内传闻两家平台都在协调档期，有说王权篇要抢双11热度，水龙吟可能压到月中。电视台的朋友透露，连广告商都在观望，哪部剧收视率高就追加哪家的贴片广告。这可苦了宣传公司，预案做了3套还天天被催改稿。不过观众倒是乐见其成。论坛投票显示，超过70%网友打算2部都追，追剧笔记模板都有人做成了共享文档。只是苦了社畜们，
白天上班已经够累，晚上还要为2个男人熬夜，这甜蜜的负担谁懂啊？你们遥控器到底准备先按哪一步？是跟程毅闯妖族秘境，还是陪罗云西解江湖迷局？反正我打算手机播水龙吟，平板放王全篇，至于睡觉时间，那是什么？